彼得攀闯了进来。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，只有一个例外。孩子们很快就会明白自己终有一天要长成大人，而温蒂是这样知道这件事的。2岁时的某一天，他正在花园里玩，他采了一朵花，并拿着它跑到妈妈的面前。我想他那时的样子一定可爱极了，所以达林夫人才会捂着心口叫道：天哪，我多希望你能一直保持着这个样子，不长大呀。这个话题到这里便结束了，但温蒂就此知道他一定会长大。2岁之后，人们总会知道这一点。2岁是童年终结的开端。温蒂家住在这条街的14号。在他出生之前，达林夫人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。她是一位漂亮的女士，有着各样浪漫的想法，总是甜甜地与人开着玩笑。她那浪漫的心就像来自神秘东方的小盒子一样，一个套着一个，不论你打开多少个，里面总还有一个。而在她那爱说笑的嘴上，有一个温蒂永远也得不到的吻，虽然他明明就在他嘴角的右边。达林先生是这样赢得他的芳心的。当他还是个小姑娘时，许多先生，那时还不过是小伙子，不约而同地爱上了她，都跑着去他家里求婚。而达林先生却另辟蹊径，他雇了一辆车抢先到达，于是成功地娶到了她。他几乎得到了她的全部，除了他心底最深处的盒子和嘴边上的那个吻。他从来不知道盒子的存在，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也渐渐放弃了那个吻。温蒂觉得伟大如拿破仑应该可以得到那吻，不过我却能想象，即便是他，也逃不过尝试后失败，最终冲动地夺门而去的命运。达林先生曾向温蒂炫耀说，他的母亲不仅爱他，而且尊敬他。他深谙股市之道，经常谈论着哪一只股票升了，哪一只又降了。当然了，没人真的懂这些，但他看起来胸有成竹，那神情令女士们十分崇拜。达林夫人嫁给他的时候穿着白色婚纱，刚开始主妇生活时，她把账目整理得清清楚楚，怀着近乎愉悦的心情记录，就好像这是一个游戏，她连一粒菜芽都不会漏下。但渐渐的，整颗花椰菜都被他写落了。达林夫人用本该记账的时间画了满满一整本的婴儿简笔画像，那是他对即将到来的生活的猜测。第一个出生的是温蒂，接着是约翰，最后是迈克尔。在温蒂出生后的1-2个星期，达林一家担心他们无法喂饱这张多出来的嘴。尽管达林先生很为女儿的出生感到自豪，但他是个体面人，要保证生活的品质。他坐在达林夫人的床边，握住她的手计算花费。达林夫人恳求他冒一次险，但这不是他做事的方式。他喜欢拿出纸笔细细推算，而此时如果达林夫人给他提意见，他那易被干扰的个性便会使他不得不从头再计算一次。现在不要打断我，他言辞恳切，我这里有1磅7先令，还有2先令6便士在办公室，我可以省下10先令的办公室咖啡钱，加在一起是2磅9先令6便士。你还有18先令3便士，共3磅9先令7便士。我存折上还有5磅，总数是8磅9先令7便士。谁在动？8、9、7，小数点在7前面。不要出声，亲爱的，还有你借给别人的1磅。安静点，小宝贝。小数点在小宝贝前面，看，被你搅乱了。我刚才说的是不是997？是的，我说的是997。问题是，我们能不能指望着这点钱过1年？当然可以，乔治。达林夫人哭喊出来。她想留下温蒂，但达林先生比他们俩都要强势。别忘了还有腮腺炎，他几乎威胁道，又开始计算。腮腺炎1磅，也许用不了这么多，但我敢说至少也要30先令。别说话。麻疹要花1磅5，德国麻疹花半个几尼，总共2磅15先令6便士。别摇晃你的手指，百日咳15先令，如此计算下去，但每次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。最后达林先生将2种麻疹作为一种处理，腮腺炎减到了12先令6便士，温蒂才得以幸存。
约翰出生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风险，迈克尔更糟，几乎是侥幸逃脱。但是他们都活了下来。不久你就会看到3个孩子排成一队，由保姆陪着去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了。达林夫人安于现状，但达林先生却喜欢和邻居攀比，所以他们有了一个保姆。不过他们太穷了，让孩子喝上牛奶已属勉强，所以他们只好找了一条叫做娜娜的纽芬兰狗充当保姆。娜娜之前没有主人，达林一家是在肯辛顿公园里遇见的她。一些在公园里照看小孩子的粗心保姆很讨厌娜娜，因为她总像个巡视员一样，不时把头伸进摇篮里偷看。她还跟着他们回家，向主人揭发他们的懒惰。娜娜是个极为出色的保姆，她一丝不苟地给宝宝洗澡，夜里无论多晚都保持警觉，哪怕只是听到了最轻微的哭声。娜娜的窝安置在儿童房里，她天赋异禀，能够知道什么样的咳嗽无关紧要，什么时候又需要及时就医。娜娜始终相信传统治疗方法，比如大黄叶之类的，而对细菌等时髦的说法却不屑一顾。她护送孩子们去学校很有一套，孩子们表现好的话，她就一声不吭地跟着，要是他们乱走，她就让他们排成一队。当约翰去踢球的时候，她从来不会忘记给他带球衣，而为了防备不期而至的雨，他嘴里总是叼着一把雨伞。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有一间地下室，保姆们一般在那里等候。他们坐在长椅上，而娜娜则卧在地上，这是他们唯一的不同。保姆们看不起娜娜低贱的社会地位，但娜娜还看不起他们轻俗的谈话呢。娜娜不喜欢到达林夫人朋友的儿童房去拜访，但如果是他们来，她也会得体地打扮孩子们，解下迈克尔的围嘴，给他换上另一件带蓝色穗子的抚平温蒂的衣服，还给约翰梳好了头发。没有任何婴儿房能如此井井有条，达林先生深知这一点，但他仍不时担心邻居会取笑自己。他必须考虑自己在城中的地位。在他看来，娜娜并不敬重自己。我知道她无比敬重你，乔治，达林夫人向他保证。然后他还示意孩子们一定要对父亲格外好。他们跳起欢乐的舞，家里唯一的仆人丽莎也参与进来。尽管在雇佣丽莎的时候，她发誓自己早已过了10岁，可穿着长裙戴着仆人帽的她看起来仍然很矮。孩子们跳得多开心啊！最开心的是达林夫人，她旋转如飞，你似乎只能看见她嘴边的吻，这时如果扑上去，你也许就能得到那个吻。他们是如此单纯而幸福的一家人，直到彼得潘的出现。